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肖战和杨紫露出轻松的默契。肖战只是用一个活动来理解，自我发展不可想象。对于一个偶像来说，外表和个人力量很重要，但性格和发展更为基础。实力决定你站多高，发展决定你走多远。过去1年，肖战的演技、唱功、人品都被无端指责，很多人都在审视他演技的欠缺和不幸的人，但在同等条件下，他的影视作品依然在明星电视上，当然也足够引人注目。欢呼，他的个性同样受到了无数前辈的认可。在黑名单的时间段内，肖战一直保持着平静的心态，从不投降，也没有做出任何离谱的言行。悠然归来后，他一般都满脸笑容，但227次却让他忍了下来。他忍受了多少抱怨？我担心他最了解的那个主要的可能性。新的微博之夜备受关注，其中微博主、微博黄的肖战和杨紫通常是最受关注的2个人。说实话，自从去年的星光奖以来，2人一直在观众面前和台下广泛的交流，让人们对余生的期待大大增加。而在微博之夜的精彩活动中，2人之间的联系彻底结束了。他们同样平静地表现出一种含蓄的理解，同样揭开了肖战的准备。杨紫当晚一共穿了2套衣服，最吸引人的当属紫花长裙，充分利用了杨紫的构图，还有一条硕大的尾巴，显得既庄重又震撼。更何况当晚肖战还多次掀起杨紫的裙子。第一次是杨紫打算在台后换衣服的时候，肖战被强调杨紫的裙子会拉紧座位，所以做了个掀裙子的动作，没想到竟然是空的，被网友剪成了小视频。那个时候，肖战这一系列的吐槽其实也太有趣了。之后是肖战和杨紫一起大张旗鼓的表态，杨紫走在前面，肖战一般都跟在后面，尤其是上台阶的时候，杨紫几乎没有停下脚步，肖战的心情相当不错。掀起杨紫的裙子异常的简单，这一系列的发展似乎完美无缺，可以说2人之间的默契完全体现出来了。同样可以感觉到杨紫对肖战很安静，这也是他做到这一点的原因。站在舞台上不假思索。第3次是精彩功能后的大合照，这一次肖战同样站上盘子，跟在杨紫的身后，跟在观众面前的每一个人都跟在后面，而这一次肖战走到盘子前，注意到了杨紫紫裙子的一针，杨紫想了想，在得到肖战的反应后，继续往上走。更何况肖战上车后还上前帮杨紫穿裙子。从2人的这些小活动中，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大量的内容。首先是2者之间的隐含抓握，万一没有说不出口的领悟，杨紫在台上穿大裙子也不能这么轻率准备。事实上，肖战的发展体现在很多方面，比如在我们的旋律节目中，面对每一位前辈，他始终不张扬，而在夏天拍摄时，他经常给女士们打伞。说实话，无论是在群里、在剧中，还是在任何场合被媒体采访的时候，肖战一直都在为别人着想。绝对是这样一个体面的准备，让越来越多的路人被肖战吸引。而彼得、容器对肖战的个性也很清楚，所以他会一直如此不动声色地支持着他。02 1年后，肖战再次入蜀。邻里媒体称，空气变好了，太阳与我宛如夜幕下隐秘的林地，没有人能看到他的真面目，但在他暧昧的绿色调中却充满了兴趣和向往。从肖战第2次登上重庆支行，媒体和中介录音都准备好了，他们掌握了长枪和短武器，专注于肖战，不遗余力。如梦似幻成都站期间，肖战所到之处座无虚席，他带来的交通工具在傍晚时分穿过成都的道路，拿着手机的粉丝留在了2条路边，邀请他，只是想简单看看他的风格。不管你是否不能面对面的看到他，吸入他放松的空气真是太好了。这件大事非同凡响，以至于成都大礼堂的安全员曾对媒体感叹，就是周润发过来的时候有那么多人。时隔1年，肖战重回蜀国，依旧是仪式感十足。这次他来重庆是因为他的新剧《太阳与我同在》。在梦中海的至高无上的荣耀之后，肖战已经进入了一个休养的国度。
除了偶尔的企业大片，他的作画安排也没有什么不同，低调的名声与他故障第一的巅峰刘名声相反。媒体很早就爆料肖战可以在《骄阳陪我》剧中大放异彩，因为可能没有值得尊重的信息，所以恋人不是最有效的很克制，而是甚至冷酷。随着肖战进入蜀地，附近的媒体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悸动，评论里的热血沸腾，应该是再也抑制不住了。重庆时间将精神狂欢的概括描述为空气变得更甜了，因为肖战来了。太刺激了，说不定里面还蛮有种城乡如意的感觉呢。可敬的说法现在已经没有了，但是媒体已经知道肖战为什么进入蜀国了。重庆时间不能期待肖战，期待全新剧《太阳有我》开拍。肖战入蜀不久，白百合的社交账号 IP 区就变成了重庆。一切都按照之前媒体的剧透完成。实力最强的年轻演员肖战已现身派大花白鹤，注定要惊艳影视圈。据媒体报道，烈日与我剧组齐聚重庆进行行为剧本朗读，为隆重推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待外围环境合适后，本团主创在成都正式开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和《太阳有我》中的男女主角一样，配角的竞争也非常激烈。很久以前，一些网络大 V 故意爆料，宣布哪些演员可以在本次演出中扮演辅助角色，他们的快感变成了不亚于 S 加男女主的快感。作为粉丝，你对肖战的造型有什么期待呢？欢迎走人留言讨论。03沉香如屑，杨紫诚一出竟能力出众，剧情拉臀，仙侠剧的宿命在哪？每个夏季显然都会有很棒的电影和电视剧。今年的电视剧《沉香如碎屑》可以说是在整个暑假期间观察到了我们，它已经更新了将近几个月。随后，这出戏在不久前就戛然而止了。现在的排名已经不再过渡了。一开始，很多人都认为有人类、杨紫和程毅。节目的排名一直很稳定，但是看了几集，大家都吐槽了。现在该剧的备注区更是热闹非凡。目标市场可以分为3波。第一波觉得这部剧的剧情还算过得去。最大的本质问题是，2位主演的颜值都在线，加上凄美的爱情故事和极高的满意度，该剧堪称仙侠剧中的精品。另一波目标市场认为显示器的计算机图形是最重要的抱怨。故事的情节可能很老套，现在已经不再取消国产仙侠剧的不寻常的地方，同时三庆的观众是中立的。在这种类型的故事中，情感必须是主线。男主是6届的皇帝，他渴望荣华富贵，而女主只是一个普通的小仙女。见面后，2人相爱并合掌。为了消灭黑暗势力，共同捍卫不寻常的人类的正义，清理一场战争，但同时他们牺牲了自己。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，在仙侠剧中颇有体现。为了建立一个庞大的格局，该剧集一男一女一筹莫展，必然能让目标市场望而却步。这部剧在豆瓣上的评分是最有效的 5.9 分，最有效的似乎是略过。对仙侠剧的评价并不过分，但这已经不再妨碍对这部剧的认可。这部剧的戏份可能非常过分。此外，各种各样的反馈方式，所有人的手段都暴涨了。这必须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黑色和红色。虽然所有人都在争论它的情节和标准效果，但他们还引发了对显示器的认可。尽管它现在不再有过高的评价，没有惊人的声誉，它仍然是最重要的之一。今年夏季的最新热门歌曲。剧中的每一个位置都有其独特的特点，尤其是众多主要演员的出场能力都非常出色。杨紫的整体表现是所有人都预料到的，她执行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特别分层的。最大的突发问题非程毅莫属了，他为这部剧做了很多介绍，这部剧也堪称他的杰作。可以说，仙侠剧是大家期待的一部，不过最后的收视率现在已经不是特别过分了。这必须是我们通常命名的期望越高，失望越多。这幅画具体告诉我们，神灵一旦熟练了各种灾祸，就保留了个人修为的增长，在与黑暗势力作战的同时，展现了自己的正义，在点缀和浪费之后，完整了现实的情感。总的来说，这些作品非常鼓舞人心。在甜蜜与残酷的交织中，人类发现了很多
但是影视剧的进步也必须迎合时代的进步。玛丽苏时尚情节是仙侠剧的中流砥柱，但这样的故事太多了，让目标市场产生了一些审美疲劳，这也是它被批评的主要目的。很简单，这种虚幻的故事有着完全过度的增长潜力。在虚幻的世界里，你可能会衍生出许多不同的选择，而这种画作现在已经不需要动脑筋了。有适当的放松效果，沉香如屑剧有其应有之分，千姿百态。看来国产仙侠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